路飞穿戴过的经典装扮。路飞其中一套最经典的皮肤就是草帽、红色马甲、蓝色卷边裤子、拖鞋的装扮，也是早期的标准版。后来就出现了各种这样类型的版本，而且集中出现于2年前，比如司法岛期间、恐怖3维帆船期间和初到香波地期间。女儿岛期间，路飞还穿过蕾丝边的花花小马甲，被评价为非常合适。不过后来换上了浅蓝色的，这件一直穿到推进城，在推进城小1万那里还换了件黄色的。然后这套衣服跟着路飞打了顶上战争。到了2年修炼期间，路飞换回了经典款衣服，所以路飞有好几件这种不同颜色的小马甲，但是2年后就再也没穿过，这个是有原因的，等下会说到。路飞在主线剧情中第一次换装是到了慈古岛，先是换了一件酒红色的棉衣，但因为娜美病得很重，路飞就把衣服给了娜美，在爬雪山的途中被吹落。后来娜美把自己的棉衣借给了路飞御寒去打瓦波尔，不过路飞把衣服穿到了近乎报废。据娜美说，这件棉衣打折后是28800贝利，然后娜美如法炮制坑索隆那一招，要求赔3倍，再4舍5入勒索其10万贝利。另外路飞还穿过一些很有当地特色的衣服，在阿拉巴斯坦因为当地气候原因，微微体贴的给路飞提供了一套衣服，就是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付款的头巾长衫搭配。打败老沙后换上了一件白色长衫愉快玩耍。司法岛结束后，路飞换了一件白色背心，上面的 GC 字母是卡雷拉公司的缩写，船和桨的 logo 也是卡雷拉公司和水之都当地的文化象征。到了德雷斯罗萨，因为需要乔装打扮，路飞买了一件印着向日葵的短袖，因为德岛的向日葵花田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在德岛竞技场，路飞还穿过一身笨重的西式铠甲，但是因为超重只能减配，当然这对路飞来说作用无所谓，觉得帅才是主要的。打败明哥后，路飞换了一件背后印着牛头的红色背心，一方面德岛大多文化取自西班牙，一方面就是路飞在纪念那头跟自己一起作战过的牛。到了万国，路飞先登陆了布林所在的巧克力镇，换上了不仅是当地，而且还有一些民族底蕴的服饰，然后就是和之国的和服和武士套装，以及登陆鬼岛时的可爱多文化套装。2年后，路飞换装频繁了，但有一套衣服最重要，就是2年归来时那一身。对路飞来说，身上有些大的披风就是女帝的那一件，但后来被路飞给丢在了香波地。身上的红色喇叭袖上衣，衣摆各方面的像是女款，没错，就是女帝那件红睡衣改的。还有腰上的黄飘带也是女帝的。这件喇叭袖的红上衣一直跟随路飞贯穿渔人岛篇、庞克哈萨德。因为冰火岛气候原因，路飞中途在外面套过2次棉衣。佐乌、和之国一直到现在也是标准搭配。女帝的这件衣服可能会短暂被换，但从没有缺席过，替代了路飞最爱的5颜6色的小马甲，成了路飞卷边短裤的最稳定的搭配。当然还有一反常态的海军经典制服，但都属于动画原创。还有爆炸头假发外加拳击套装，这个也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除此之外，路飞也有非常炫酷帅气的装扮，比如强者世界里的团队版西装暴徒黑手党，红衬衫打底，黑西服黑风衣，相当有范儿了。还有蛋糕岛约见贝基，再到和卡尔 PK 的时候，身上的黑衬衫打底红西服。剧场版 Z 里路飞穿黑色夹克释放霸王色的时候，后来全队换上了红色系战袍，多少有当上海贼王那味儿了。以及黄金城里的花衬衫白色礼服。但要说路飞最牛批的皮肤，就是那款纯粹指路皮肤的皮肤。那身印有船长字样的短袖得往边上靠，还得是那身淡黄的长裙，感觉娜美买的这身衣服穿在路飞或者山治身上一点都不违和。全能音乐家布鲁克啥都会一点。布鲁克在船上担任着一份优雅浪漫的职位，似乎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不过平时布鲁克完全可以帮到任何职位上的伙伴，非常全能。首先是管理经验，草帽团还真不缺跳槽船长，慎平是正儿八经的当过船长，乌索普那个陆地船长也勉强算当过吧，而布鲁克也当过代理船长，当的怎么样先不说，起码平时老不正经认真起来，也有一些带兵经验和管理能力，没这个心但不代表不会。然后是高频战斗员，布鲁克应该是除了主力几个人之外最能打的了，既有剑术也有果实能力。布鲁克的战绩有输也有赢，不过都很高光，毕竟他的黄泉果实真的蛮厉害的。在和之国没有明显加强的布鲁克，到后面应该还会有更高光的时刻。航海是候补，在去万国的路上，路飞一顿随心所欲咖喱把一船人给干崩溃了，那只能是娜美去做饭，海图就交给了布鲁克来看。娜美起初还怀疑布鲁克会看嘛，布鲁克说没问题，就交给我吧。之后草帽团绕开了监视网，也到达了蛋糕岛，布鲁克还是有一些航海才能的。第二舵手，去蛋糕岛的这一段路，布鲁克不光要看海图，还要掌舵前行，因为路飞掌舵被布鲁克吐槽技术太烂，把舵轮都给干着火了。其实感觉草帽团里标船技术最好的是慎平无疑，
第二阵容就是弗兰奇、娜美和布鲁克。在德岛也是布鲁克掌舵，躲避大妈海贼团的追击，完成了路飞的命令，小分队先行前往佐屋。当然布鲁克也会开很多载具，比如船坞系统里的鲨鱼潜艇，布鲁克开的最多，手拿把掐相当熟练。船匠辅助，平时修船这种事情都是弗兰奇大包大揽，而布鲁克虽然不精通这行，但是给弗兰奇打下手也是常有的事儿。刚上船那会儿还帮弗兰奇搬可乐桶，力气还不小，只不过布鲁克拿成了酱油了，现在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历史学家的好帮手，布鲁克本身就足够有历史，毕竟罗杰都只能算个新人。作为历史正文收割者的布鲁克，在蛋糕岛印出来了3张历史正文，其中一个还是红色路标，惊呆现场所有人。罗宾如果能看到历史正文会非常高兴，只不过罗宾当时不在现场，不然的话罗宾高低得奖励一下布鲁克。完事儿布鲁克倒是收到了娜美的奖励，也非常好。狙击手的弹药，布鲁克打奥兹的时候有一招叫雷鸣剑革命舞曲突进去，自己作为子弹，配合罗宾的能力，娜美的雷电和乌索普的巨大弹弓弹射出去，直接刺穿了奥兹的肩膀。这颗特殊的弹药威力也很强大，副作用是被雷电给电到，反正布鲁克也不怕雷电。第二个骑士，山治曾经的定位主打一个骑兵和保护女士，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不过后来山治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也要打一些硬仗，所以布鲁克有点补上这个位置的意思。蛋糕岛布鲁克是各种出其不意，和之国又充当罗宾的护花使者，船医的最爱。在医术上布鲁克不太能给乔巴帮上忙，但是对医生来说不添麻烦就是帮大忙。希鲁鲁克和乔巴的愿望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病，那就太好了。恰好布鲁克就是这种体质，乔巴都不需要给布鲁克看什么病，因为布鲁克根本就不会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布鲁克最脆弱的也就是骨头了，可惜这也只不过是一口牛奶就补回来的事儿。另外布鲁克也是一名合格的导游，兔子上船参观的时候，布鲁克绅士的轻车熟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带其参观。想当初布鲁克刚上船的时候笨手笨脚，想帮忙却搞砸了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很没用。对此路飞只是说，我已经认定你了，你可以加入，比起这个赶快来吃饭，大家都在等你呢。在伙伴的包容和鼓励下，布鲁克感到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如今他可以帮伙伴做这么多事情，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卡普红发越强，东海越牛批。红发一刀秒基德可以，卡普一拳轰碎蜂巢岛城镇很好，鹰眼赏金比肩四皇可以了可以了。对此东海有几位大佬有话要说，罗杰红发的神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在东海的时候，父皇蒙卡早就用此招将卡普砍翻在地了。众所周知，那个时候还没有霸气这个概念，更没有黑闪拉丝的特效，就连顶上战争的时候，霸气也只是无形无色的。然而父皇其实早已掌握了神臂和霸禅，深藏功与名。父皇之所以没有喊出海贼王曾用过的技能名，他只想给这位旧时代的老兵留点面子。毕竟卡普也曾是追着罗杰满世界跑的人，父皇蒙卡已经用能预见更远未来的见闻色，预判到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纨绔儿子将来会跟随卡普逆转人生。父皇的真实实力未尝可知，但此刻他为了儿子的将来，他只想点到为止。然而在新世界嘎嘎乱杀的卡普，在东海可谓是寸步难行。大河的棒子被吐槽是雷鸣4卦，凯多的秒人绝学叫雷鸣8卦，在东海达旦手里有一招名叫雷鸣8864卦，而且还是个木棒。想用木棒把卡普这种级别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棒子上没有顶级霸王色缠绕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特效的缘故，这一棒也是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卡普作为当事人，早已感受到了这木棒上的气魄非同小可，只能是乖乖挨打，不敢还手还嘴。在东海吃瘪的还不止卡普，当年山贼王西格的操作看起来多少有点嚣张了，但是现在看来西格真的有东西。红发当时早已事先感受到了一个气魄碾压全场的人进了酒馆，所以红发才送酒示好。可以确信西格在酒瓶子上缠绕了霸王色，拍的红发当场就没脾气了。然后西格立刻将霸气缠绕在了刀上，意思是比霸气还是比剑术随你挑。红发没敢吱声，因为他不想成为第57个西格的刀下鬼，事后只能用大笑掩饰尴尬。紧接着垃圾路就用橡胶果实转移话题，这事儿就糊弄过去了。至于后来红发东海断臂，这里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因为晋海王用缠绕霸王色的牙齿咬碎了山贼王，其实力比西格要更强，红发自然更加不敢对其动手，只能无奈献祭一只手臂，和晋海王眼神达成了某种协议。而晋海王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晋海王用最强大的见闻色预见了红发会将怀里的这个小孩引上海贼之路，而这个孩子会给世界带来黎明，晋海王就默默撤退了。多年之后，晋海王带着红发的那一份，以及把自己也赌在了新时代上，故意放海为将来的王送行，这也就是红发所说的赌在新时代的含义。至于鹰眼，他可以庆幸他遇到了见谁都喊声哥，低调温柔的刀神剑圣，当然还有海贼版战国眼看不妙就要摁人的路飞，不然鹰眼也可能会像红发一样丢点什么东西在东海了。从此鹰眼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再也没来过东海。像鹰眼这种非常瞧不起弱者的大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态度两极反转，鼓励索隆？为什么后来还要收索隆为徒？因为鹰眼一直活在恐惧中，他一直在做自我救赎。新世界才哪到哪，东海才是修罗场。好了，以上内容均有视频为证，纯属当真，切勿娱乐。接盘侠赤犬头都大了。
战国之前说风凉话，元帅不好当吧？赤犬现在是真的感受到了，这个元帅当得水深火热。外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光是海军内部就是内患无穷。海军派系比较明显，首先就是暧昧派，像斯摩格、科比和德雷克、大将藤虎这些和路飞纠缠不清的，还有躺平派黄猿战国。顶上战争就可见都在演赤犬。舔狗派绿牛，绿牛看似和赤犬是一派，不过赤犬并不舔天龙人。党争派陆琪，陆琪表示海军什么档次，敢和 CP 讨价还价。自由派的卡普更不用说，和他关系好的身边的那一帮潜力股和赤犬估计也不是一条心。政府派人家都摊牌明说海军就是个遮羞布了，反正现在海军本质上还是以消灭海贼为己任，但赤犬谁也指挥不动，海军本部各玩各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赤犬自己一人一派。其实罗杰时代落幕后，战国元帅的任期虽然有了大海贼时代，但整个大海局势还是很稳固的，海贼们几乎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战国任期的后期，超新星11人外加快速崛起的黑胡子横空出世，称之为极恶时代。顾名思义，这一波人是前所未有的恶。然后就是顶上战争后，大海格局暗流涌动，战国一看局势不对，马上就跑了，留了一堆烂摊子，赤犬当了这个接盘侠。现在外部环境才是赤犬最焦头烂额的，在处理七武海的问题上基本烂尾，海军想逐个击破，结果人家抱团了。女帝这边有雷利守着，巴基攀上了2个大爹，和四皇平起平坐。反正用赤天使完全取代七武海的计划算是破产了，而且已经撕破了脸皮，没有回旋余地。海贼们大暴动，开始黑吃黑，黑胡子团和罗团交手，红发摧毁基德团，各个地方打的是真热闹。一方面来看，海军仿佛是坐山观虎斗，想鹬蚌相争之力，但是这些头部海贼已经摊牌野心了，目标都是拉夫德鲁 One Piece， 这样只能是越打越乱，赤犬怎么管？管不了。所以相比海贼消灭海贼，海军更想要的是制衡，但是现在完全不存在了。革命军大搞事情，世界各地革命的火种开始爆燃。萨博引导了8国革命，加冕炎帝，世界最凶恶的罪犯和他蛰伏酝酿多年的家底儿，终于要揭竿而起了。这恐怕不是海军一家能轻易拿捏得了的。黑胡子和青雉的问题，黑胡子之前绑架了科比，现在卡普带队前去营救，这个赤犬应该不用头疼。但是青雉倒戈黑胡子出于什么目的？这个在德岛篇的时候就让吴老星非常担忧了。虽然赤犬表示那家伙已经不是海军了，干什么都和海军无关，不过吴老星表示你的面子无所屌位，但我们的面子很重要，赶紧去给我解决。舆论压力，现在有很多让海军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因为海贼震惊部主编摩根斯是个标题党高手，海军需要解决这几个问题：1. 寇布拉刺杀案；2. 2个天龙人，一个纯坏的杀人未遂，一个洗白的放跑犯人；3. 还有薇薇公主失踪案。不过薇薇的下落已经知道了，摩根斯救了薇薇和瓦波尔。不过赤犬很多事情还没有想通，摩根斯反手又是搞了一篇标题名为四皇草帽小子路飞挟持贝加朋克坐守弹尖岛和海军全面开战的报道。可是呢，这个报道有多离谱？看看赤犬派谁去的，一个专门营救外甥的演员，简称救生员，全面开战是不可能的。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割裂，虽然双方穿一条裤子，但毕竟一条裤子两条腿，他们之间的嫌隙还是很大的。在明哥事件上，吴老星对海军有所隐瞒，和之国事件上 CP0 和德雷克大打出手，政府跨过海军办事儿已经是常态了。在弹尖岛事件上，赤犬已经郑重命令陆琪先按兵不动，等海军到了再说，千万别和路飞开战。但是陆琪显然没有听赤犬的，闹了半天，陆琪还和草帽团合作了。海军现在和 CP 真的可以说矛盾重重，无法配合。现在来看，赤犬对下指挥不动，对上狗血淋头，对内力所不及，对外焦头烂额。赤犬真的想说，这破元帅早知道不当了，生气干。海贼王中那些超级离谱的骚操作，海贼王里有很多神人，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秒能干出什么匪夷所思的操作，有些真的是过于离谱了。十字工会悬赏海军，在最近一话中，科比的悬赏金曝光，价值5颗星。十字工会采用的和当时民歌一样的办法，1颗星代表1亿贝利，科比悬赏5亿，远高于同等级军官。自古以来都是海军悬赏海贼，巴基这帮人直接就是反向整活，恶心海军。所以虚假的海贼王向命运屈服，被海军处刑；真正的海贼王忍辱负重，爬到顶端，悬赏海军。不愧是你。不过老沙盘踞阿拉巴斯坦多年，家底很厚。巴基有顶上战争开直播的脑回路，鹰眼曾经被称为海军猎人，这3个人混搭在一起，也确实是他们仨能干出来的事儿。索隆做狗商也能迷路，事发地点和之国，从来不怀疑索隆的路痴能力，指南鸟跟在身边，硬是走回原点。不过索隆跟着路飞他们坐在狗背上，说着说着人就丢了，就过分了。然后路飞吐槽索隆骑着狗居然也能迷路，其实路飞也好不到哪去。曾经路飞还吐槽索隆白痴，他俩反正经常能干出这种卡在墙缝里的人嘲笑卡在烟囱里的人的这种事儿。神奇的裤裆，路飞他们下空岛的时候，路飞对那只空岛章鱼心怀感恩，但是没想到路飞居然把它塞进了裤裆里，一直带着。一旁的索隆表示非常嫌弃，乌索普直接就震惊成了章鱼，山治则是吐槽你不觉得恶心吗？路飞完全不觉得。这还没完，后来在蛋糕岛的时候，波克穆斯把路飞从镜中世界带出来的时候，居然把路飞藏在了自己的裤裆里。你说裤裆里藏章鱼还勉强能接受，裤裆里藏人，幸亏路飞在克利加和卡尔那里提前吃饱了。
男儿当裸奔。能干出类似这种事情的草帽团里有俩人，弗兰奇和路飞，两人操作同时震惊当地人一整年。其实除了弗兰奇，草帽团里最变态的就是路飞。弗兰奇是个变态，因为他一眼就是个变态，但平时绝对不会有人称呼路飞是变态，因为路飞足够单纯。布鲁克的身体构造一直有个疑问，当然这也许是海贼王里最迷惑的行为。布鲁克明明是一副骨头，能打嗝放屁也就算了，他为什么可以吃饭？还真想看看他的进食过程。不仅如此，路飞在第一次见布鲁克的时候问他会不会拉粑粑，布鲁克居然会拉屎，他是怎么做到的？黑胡子的谈判技术，现在发现黑胡子真的很喜欢谈判，但是他的谈判一次比一次离谱。之前他绑架波妮跟海军谈判换军舰，就像是一个强盗绑架另一个强盗，想跟警察换辆警车，结果呢，军舰确实给他开来了，只不过一看上面还他妈有个赤犬。现在呢，黑胡子可能觉得当时没绑对人，又绑了科比，他觉得这回准行，想跟世界政府谈判，拿到蜂巢岛的统治权。一个四皇抢军舰或者占地盘，要不要经过世界政府的同意先不说，最骚的是，你说黑胡子守法吧，他毕竟玩绑架，无恶不作；你说他不守法吧，他一个四皇还老是想走什么正规途径，真懵逼了。不知道黑胡子是瞧不起科比的师傅，还是瞧不起世界政府，就很离谱。当然，海贼王之所以也很搞笑，就是有太多的离谱骚操作，也造就了很多名梗名场面。没有了这些人整活，也就少了很多乐趣吧。海贼王里那些从早期沿用至今的钢铁设定，海贼王连载26年，早期的一些东西或削弱或改变，甚至是消失，这也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依然有很多很重要的、很有趣的东西完美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一、悬赏令。悬赏令堪称是海贼王里最伟大的设定。还记得司法岛篇的 CP 倒立值，直到陆奇卡库新篇章出现在弹尖岛的时候，都没敢再提这件事儿。倒立值和战斗力无异，如果倒立值这东西存在，海贼王的战斗力顶上战争就崩完了。但是悬赏金不一样，除了极个别的有一点出入外，绝大多数人的悬赏金和一个人的战斗力有一部分关系，但总归是实力、影响力、威胁程度、残忍程度等等的综合体现。而且七武海会冻结赏金，这招真的绝了。悬赏金的价值它不确定，也不容易崩坏。最重要的是有足够余地让尾田连夜改，而且还改得有理有据。数值虽然可以有零有整，不过就是个参考范围，让你参考，不把话说死。所以至今罗杰的55亿6480万依然是行业标杆，海贼王至今无人超越。从最开始到现在，每次赏金的更新都能成为里里外外大家的谈资。二、名刀，这也是个老设定了。早在罗格镇索隆买刀的时候，凉快刀50弓，大快刀21弓，无上大快刀12弓，以及腰刀都划分清楚了。名刀的设定一方面和索隆绑定，索隆真的是开局一把好刀，其他的全靠捡。每次索隆拿到好刀都会感叹可以，这次又爆了个好装备。还有就是大佬配名刀，鹰眼的黑刀叶，白胡子的丛云切，罗杰的艾斯等等，都会让人觉得逼格满满。不过至今无上大快刀都没有全部出现，这个设定依然保留着悬念。三、生命卡。在阿拉巴斯坦，生命卡的设定首次出现，艾斯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海贼王里的伏笔有很多，而生命卡的伏笔出现率印象中是100%。除了艾斯这个，娜美用罗拉给的生命卡震慑霍米兹，被熊拍飞的草帽一伙都有雷利的生命卡用于集合，只不过后来时间从3天后变成了2年后。杰克用卧底看侍郎的生命卡找到相主，得到之后，路飞把生命卡分给了萨博、草帽大船团、贝拉米，这些人最后一定也会到场帮助路飞吧。4、电话虫。这个小东西出现的很早，路飞打完阿龙后就出现了，后来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陆续出现，又有了更精致个性的私人电话虫。和之国还有当地特色的电话罗，这些小玩意儿戏份不多，但戏很足。如果海贼王里突然没了电话虫，会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他们已经和海贼王的世界密不可分了。5、地质一族。早在路飞首次悬赏的时候，风车村的村长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算是给地质一族定了基调。在途中不断有人加深这种设定，朵蕾尔姨娘、雷利、大妈、克拉松，还有世界政府都对地质一族反应强烈，甚至被称为神的天敌。罗也对自己名字里的地产生好奇，想必当年把地质意志托付出去的那个人，一定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常壮烈吧。6、历史正文。在阿拉巴斯坦，历史正文和古代兵器的设定一并出现，这种戏份不多的破石头，却关系到海贼王里最重大的3个结果：古代兵器的下落、空白100年的真相，以及如何到达拉福德鲁。7、恶魔果实。说实话，在这个霸气为王的时代，恶魔果实被削弱的已经不成样子，不过它依然是海贼王里最长久核心的设定。而且黑胡子海贼团肩负着果实派的使命，只要黑胡子还活着，那就要对果实能力的对拼环节保留一份希望。8、职业与定位。海贼团的风格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路飞、红发、罗杰这种船员会担任自己拿手的职位，航海士、船医、厨子、历史学家什么的一应俱全；还有一种，当然私下里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相应的职位，但表面上会有头衔，比如像是百兽团的3灾6子、大妈团的将星、民歌团的花色干部、黑胡子团的1到10号船船长、白胡子团的1到16番队队长，也算是一直以来有小小仪式感的一种设定。9、势力框架。
在动漫31集，齐武海被首次提及；227集，三大将被首次提及；314集，四皇被首次提及。这是海上最强的三大势力。虽然这些头衔下面的人会不断更迭，齐武海前后有11位，三大将赤犬升任元帅，青雉辞职，藤虎绿牛顶上。四皇先是黑胡子取代白胡子，然后路飞巴基顶替在和之国落败的凯多大妈。不管如何更迭，这个位子总会有新人来做。齐武海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不过这也不算设定上的崩坏，个别齐武海自己作的。下岗齐武海们也没有因为制度被废除而被踢出势力框架，反而继续在大海上各自兴风作浪，依然是除了四皇和海军之外最耀眼的那批人。10. 世界观，这才是海贼王里最稳的设定，也是尾田的拿手好戏。除了以上的几种设定都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海贼王里还有奇异稀有的动物，千奇百怪的岛屿，奇形怪状的种族，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特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某一刻能改变世界的缘分相遇等等，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也因为对世界细致的架构，海贼王每一个篇章都能充满新颖的活力。总之，战力崩了，海贼王不会崩，这个崩了，海贼王才算真的崩了。海贼王里把低配果实玩到顶配，把一颗高配恶魔果实玩废不简单，把一颗低配果实玩成顶配，低开高走更不容易。海贼王里没有绝对废物的果实，只有相对的。乔巴的果实感觉可以排上号，乔巴的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这颗原味的人人果实，如果人吃了会怎么样？连尾田都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人吃了可能会更好的当个人吧。动物系自带人形、兽形、兽人形3种形态，不过乔巴通过神奇的蓝波球扰乱动物系恶魔果实的变形波长，让这颗实在平平无奇的果实变成了它的顶配状态，加上原本的3种，可以多达12种变形，其中脑力强化可以叠加到其他形态上。就这样，乔巴50倍力打着几亿的架，100倍力打着几十亿的架，1000倍力将来还要干世界政府，还要啥自行车？卡2的诺诺果实，诺诺果实看起来很强，不过感觉完全是卡2本身赋予它的光环。诺诺果实可以是流体，但并不是自然系，完全靠卡2的顶级见闻色提前形变躲避攻击。诺诺果实可以类似于路飞的果实，但本身又不具备橡胶的韧性，这里包括强度、硬度、弹性，好在延展性尚可，所以卡2靠成熟的武装色软硬结合可以压制4档路飞，甚至卡2通过模仿技能用对手的方式虐对手。诺诺果实基本属性就是黏和软，有点像剧场版里的软糖果实或者卡里布的沼泽果实。在人均武装色的新世界，如果不是卡2这种人在用，真的很一般。明哥的线线果实，说实话线线果实并不垃圾，一根线有时候会非常锋利，但既然要把听起来不是特别强的果实玩出顶配，那完全靠想象力。明哥给线线果实赋予了最大的可能性，控制、移动、防御、分身、超远伤害、大范围伤害，还能给自己做手术，技能非常全面。明哥还会把霸气附在线上增加攻击力。最搞的是明哥踢藤虎的时候，当时感觉明哥觉得自己能跟藤虎6-4开，但是当明哥往藤虎头上放寄生线的时候，我错了，明哥起码觉得自己能跟藤虎9-1开，明哥是那个9。克利架的饼干果实，这种听起来像是种开宴会的果实，愣是把刚刚经过德雷斯罗萨洗礼的路飞拖在诱惑森林里11个小时。饼干果实通过消耗体力来制造大量的饼干，果实怎么样先不说，但克利架看起来起码他得有8个腰子才玩得转。然后饼干果实拼硬度不如乔兹和巴托，不过也先后让怪僧和路飞吃尽了苦头，量变产生质变嘛，路飞吃又吃不完，打又打不进，如果不是有娜美的帮助，路飞不被溜死也得被撑死。大妈的魂魂果实，修女的果实怎么把大妈夺舍了还是个伏笔，不过魂魂果实看起来更像是个开宴会的能力，标配的功能除了能把家里变成玩具总动员之外没啥大用。要说攻击力，布鲁克的黄泉果实、天克魂魂果实一秒秒一堆，但是大妈的那几个魂器厉害，前提是注入大妈自己的灵魂才有高级霍米兹的强度，大妈的魂器和低等霍米兹有天壤之别的差距，这就跟能力者本身的气魄和实力挂钩了。路飞的幻兽种尼卡形态，路飞的果实感觉也是低开高走，早期的尼卡果实、橡胶果实只能说是奇特好玩，但不是那么的强，处理一些小喽啰是手拿把掐，遇到高手开局挨秒已是常态。之后有了2、3、4档的变档，再之后有了尼卡果实的觉醒，且是800年未觉醒，这个上限是真的高，但还是被路飞给玩出来了。3系果实里面，自然系和动物系起点比较高，相对好开发，超人系低开的太多了，所以想开发到顶配还是很难的。总之，在这个霸气为王的时代，想把果实开发到极致，还是必然离不开霸气的加持。海贼王里那些非常规的大帅逼，海贼世界什么怪物都有，但也不缺帅的，在这里对帅的审美更是多元化的。有些人既不是卡文迪许这样的美男，也不是索隆、山治、艾斯、萨博、特拉南、香克斯这种的常规帅哥，而是越看越有气质和魅力，就像脸上一道疤，秀发齐刷刷，嘴里叼雪茄，克洛克老沙，一直觉得老沙很帅，属于那种谁都瞧不上，一副不服来打我的霸道总裁的气质。即便失败，也不能摧毁他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有一天自己会东山再起，就是这种欠揍又有魅力的自信。而且老沙非常注重打理形象，在推进城条件有限，当然穿着囚服也是帅的，刚出来就立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还叫了个人给自己擦皮鞋。而且注意看老沙的侧面，这个轮廓真的很像女人。豆豆鞋、七分裤、西装皮草都很酷，精神小伙叫多福。就明哥这气质、这穿搭、这身材，就算他真是个豆豆眼儿，那也是个虾系帅哥。其实明哥要是正儿八经的穿，真的是模特级别，那套酒红色西装才是巅峰。当年明哥还是个超赛，年龄大了也坏得更成熟了。只要给明哥上一个不是很拉垮的眼睛，明哥靠气质完全撑得住。大刀划船黑刀叶，小刀虐菜米霍克。帅不一定是俊美，帅也不一定要年少，不过帅一定跟气质有关。鹰眼刚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人一定牛逼，鹰目剑眉，面瘫加络腮胡，也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腹肌，又稳又骚。鹰眼更有魅力的是有一种反差感，他能和香克斯这样本质上的逗逼玩到一起去，也能和佩罗娜这样的傲娇斗斗嘴，既能换上性感家居服和红酒，也能扛起锄头就种地，然后和一群狒狒和平相处，本身孤僻的很，在海贼王里真的挺特别的。小丑妆容很拉风，世间最暖克拉松，丧暖怪异还带点可爱，让克拉松帅成了冷门。他曾经免冠的证件照看起来本身就挺丧的，双方卖傻把自己扮成小丑的怪异也只是表象，而温柔才是真实的。克拉松戴的那个帽子也还挺可爱的，可以感觉到和他哥哥明哥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矿班骑车睡懒觉，风衣眼镜背个包，敢动一动给你变冰雕。青雉当大将的时候不是感觉有多帅，因为青雉说实话也不是长得帅的那种，但是身材比较匀称。辞职之后换上便装，那个阶段就有一种浪子的感觉，主要还是靠气场，而且实力强，果实能力帅，站在明哥身后特别有压迫感。一双3米大长腿，高冷强大又宠媚，吃个圈圈被偷窥，只想围脖捂上嘴。卡尔的话要说俊美谈不上，要说五官端正好像也不是，但是这依然不妨碍卡尔的帅。作为路飞的对手，卡尔却相当正直且有家庭责任感，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卡尔只想当一个完美的好哥哥，但比起这个他更想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就像他妹妹伤了路飞的腰子，卡尔表示我的腰子也不多，但我还是愿意赔你一颗，这一点卡尔就可以帅出天际了。艾尼路也帅得奇特，装逼装的深沉，耳垂30公分，土归土，尘归尘，我是空岛至高神。艾尼路的长相和造型就挺有异域特色，而且他能把这种异域特色拿捏得很飘逸潇洒，再加上花哨炫酷的果实能力，在早期这真的算是燃烧经费了，可以让艾尼路帅得跟别人不太一样。虽然他的表情管理被路飞给干崩了，但就算这样，大眼一看也能感觉出来是一个崩坏的帅逼。另外感觉劲也是帅得过头了，没摘面具的时候就感觉身材有型，摘下面具发现他帅得也很有特点，皮肤黝黑，发型潮流，眼眶周围还有个刺青，而且这长得也太正派了。还有更剑走偏锋的，感觉革命军的乌鸦也很帅，他真的算不上好看，但是气场是关键，一看就不是白给的那种。还有马尔科这种，一开始动画组都把他的发色弄错了，说明马尔科这种扔到人堆里就是个长得像菠萝的路人。不过小马哥果实能力帅的一批，人又靠谱，说话还经常带一个优异的尾音，斯文的吊儿郎当，越看越觉得蛮帅的。总之海贼王里还真不缺帅哥，正经帅的那些不用多说，转而看看这些奇形怪状的，这些人感觉同样有魅力。海贼王中赏金被低估的那些卷王，悬赏金是一个人实力和危险程度的综合体现，不过有些人的赏金和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匹配，他们本该有更合适的档次。首先红发在剧场版和主线里都展示了动不动就要秒人的习惯，再加上一招熟悉的神臂，堪称是在世罗杰。然而他的悬赏金是40亿4890万，在老四皇里面排名第4。红发再怎么低调，感觉也比白胡子能闹事儿，危险程度只高不低。当然也可能是红发属于世界政府的关系户，再加上当上4皇的年头比其他3位要少得多。要说红发实打实的悬赏金50亿级别和白胡子匹配应该没有问题。老沙悬赏金19亿6500万，这个赏金还算对得起老沙跟谁都能搓个沙包55开的实力，只不过比表面实力更值钱的是私底下的谋略。和之国之后，老沙本应该是4皇的，然而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再次爆发，从1500万飞升到31亿8900万加冕4皇。不得不说，这本应该是老沙的待遇，毕竟他才是十字工会创始人和董事长。但看得出来，老沙很稳，顺坡下驴，让巴基当这个扛雷的 CEO， 比那些虚的更有价值。艾斯悬赏金5.5亿，罗杰血脉3色霸气加持，刚出海没多久就战平大河，战平甚平，和黑胡子斗得天昏地暗，顶上战争手脚估计都被捆麻了，也能和青雉拼技能55开，和赤犬对拳。说了这一串，最开心的应该是斯摩格了，因为艾斯当时说你是烟我是火，我俩不分胜负，当时有些果实相克的设定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话又说回来，艾斯的实力足以让世界政府发七武海的 offer， 再加上是海贼王的血脉这一点威胁，2年前艾斯的赏金怎么着也得有个7、8亿才合适，如果艾斯现在还活着，10几亿也不是问题。萨博悬赏金6亿0200万，作为革命军的2把手，龙和熊一手栽培出来的萨博，在德岛可以和藤虎有来有回，藤虎没太用全力，萨博稍微有点费劲，但世界会议篇萨博再战藤虎外加绿牛双大将，这个时候萨博有了军队长们的帮助，完事儿藤虎头上缠了绷带，战斗看起来非常激烈。萨博在玛丽乔亚成功救出熊并全身而退，
革命军本身就比较有特殊的一个组织，矛头直指世界政府，萨博应该有高于皇团皇父的价值和威胁，赏金10几亿也合适。此时斯摩格又笑了，因为在剧场版里他也能和萨博五五开。索隆悬赏金11亿1100万，确实低了点。其实草帽团一直以来都被各种压赏金，见怪不怪了。但是索隆在鬼岛砍伤凯多，单挑打败晋，含金量足够。CP0是不是把散季给记漏了？何况索隆还是个卷王，立志卷掉35亿9千万的鹰眼。然而索隆的赏金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13亿9千万的晋还低不少。索隆这波至少也得15亿往上走吧。路飞悬赏金30亿，基德和罗各拿30亿，先不说。不过基德和罗是联手打大妈，路飞这边呢，凯多是被超新星联盟、赤鞘武士、大河、鬼岛这些原因消耗了一波又一波，但大多时候都在和路飞一个人打。五老星也被尼卡果实的觉醒整得焦头烂额，威胁程度足够。路飞的赏金就算不高于黑胡子的39亿9600万，也得有个35亿往上吧。一碗水端平，稍微有点迷惑。乔巴和贝波这俩难兄难弟，有些人虽然卷得辛苦，好歹赏金大幅上涨，他俩一直在卷，一直被当宠物。乔巴涨到1000了，500的贝波应该也涨了，估计也是千位数级别。如果巧了，兄弟俩一起到1000。在海贼王里，一根茄子是100倍利，乔巴加贝波能换这样的一箩筐茄子。总之，悬赏金这玩意儿比较有意思，有像巴基、乔巴、贝波这样的乌龙，也有红发路飞这样的小九九，很多隐形实力也不会计入赏金。不过如果赏金和能力差距有点大，那指定就是被低估了。